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人策划协会特殊家庭支持服务协调员 Cindy。这位同样来自华人策划协会特殊家庭支持服务协调员魏，欢迎来到我们为何要等？回答有关新冠疫苗的问题论坛。我是在皇后区华拉盛华人策划协会工作。我们为本次论坛发放了问卷调查。大家好，我是来自布鲁克林社区中心的威。这次呢，我们也同样向社区发放了调查。那接下来呢，欢迎我们的论坛成员。首先是 Estelle Bushwick， 是一位活跃在社区中的药剂师。然后是 Dr. Yung Kwang Line MD MHP， 来自 Albert Esther 大学医学院 Montfort 医学中心 Rose F. Kennedy 儿童评估和康复中心的行为发展儿科医生。最后一位是冰峰，一位自闭症家长代表，以及是我们纽约州发展障碍议会成员。感谢各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论坛。首先，我们邀请第一位 Estelle， 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您的工作，谈谈今天来支持我们论坛的目的，好吗？谢谢。大家好，我是 Estelle， 我现在住在堪萨斯区。我是在 PharmD 或者药剂博士毕业之后，主要在社区药房里面工作，其中包括独立药房，也包括大型连锁药房。那么自从疫情开始之后我们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包括说给病人们注射疫苗，包括回答他们任何关于新冠的问题。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帮助解答一些大家的疑问。我个人的目的并不是说一味的说所有人都应该打疫苗，我只是希望说能够给大家一些更全面的信息，来帮助大家能够衡量利弊，做出一个自己的决定。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第二位嘉宾 Dr. Lai。那 Dr. Lai， 请您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日常的工作，以及今天来我们这个论坛的目的，好吗？谢谢。大家好，我姓赖，我是赖医师，我是一个儿童发展以及行为专科医师。我主要的工作范围是在 Bronx， 我在 Montefiore 工作。那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主要照顾的都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有发展或者是有行为障碍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跟家长在 COVID-19 的很多的限制底下，不管是他们的上学或者是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同时这些孩子也是罹患 COVID 的高风险族群，所以在我看来疫苗的施打在这个族群特别的重要。所以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这场讨论，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回应一些家长对于疫苗相关的困扰或者是疑惑，帮大家做决定。谢谢。谢谢 Dr. Lai。那我们最后一位嘉宾是冯先生，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您的工作，然后谈谈今天来支持我们论坛的目的。谢谢。好的谢谢我的中文名字叫冯斌我们住在 Queens。那么我的平时的工作呢，我是一名电脑工程师但是因为我有孩子是自闭症，所以我很早就参加了很多关于自闭症这个社区的这个父母亲的辅导以及倡导工作那么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给大家见证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自己家庭的成员，包括有特殊需要的成员这个打疫苗的一些经过，以及我们社区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那现在呢，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从社区居民的调查问卷里面收集到的关于新冠疫情的各种疑问。那第一个问题呢是，感染新冠病毒会有危险吗？会有造成长期的伤害吗？那 Dr. Lai 你可以为大家解答一下吗？谢谢。其实我想经过这2-3年的洗礼，大家对于新冠病毒，对于 COVID 应该都已经不陌生了。大部分得到新冠病毒、得到 COVID 的人都是以轻症的表现为主。当然我们知道老年人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就比较有机会会转成重症。那大部分罹患 COVID 的人都会在几个礼拜当中痊愈或恢复。不过有一部分的病人发展出慢性的长期的症状，我们称作 Long COVID 或者是 Post COVID， 或者是有些人称作 Chronic COVID。 那这些慢性的症状包括像是呼吸困难疲倦倦怠、头痛、
肠胃不适或者是睡眠的问题等等。有些人则是在得到 COVID 的重症之后呢，身体的许多器官，包括像是心脏、肺脏、肾脏或者是免疫系统持续的受到影响。那我想今天我们当然一部分的重点我们放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是，儿童的青少年呢，在得到 COVID 急性症状期间，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症状比成年人还要来得轻微一些，大部分是稍微的身体的不适。不过也有很少数的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出 MIS-C， 它是一个全身许多器官发炎的症状。这种情况就比较需要密切的观察和适切的支持疗法，有些甚至需要住院。至于 COVID 在儿童和青少年的长期症状，目前我们所有的资讯其实比相较起来不像成人那么的多，不过确实是有一些文献指出，有些孩子也会表现出类似像大人的慢性 COVID 症状 Long COVID 症状，他们也会表现出像是长期的头痛啊、疲倦啊、肌肉关节酸痛啊、咳嗽啊，或者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等等各式各样的症状。针对 COVID 对我们的长期影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需要研究、很需要进一步了解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戴口罩、勤洗手、施打疫苗，才能够真正的减少 COVID 对我们大家的影响。谢谢 Dr. Lai。谢谢达特莱的回答。那 Estelle， 我想问一下，作为一名药剂师哈，那你能跟我们谈谈为什么都说接种疫苗很重要？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接种疫苗很重要，就哪怕它并不能完全的防止我们感染新冠疫苗，但是我们都知道新冠疫苗在注射之后可以有效的降低重病率、住院率以及死亡率，所以这并不是说注射了之后我们完全不会生病，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它能够让我们从可能的重症而发展成轻症，以至于并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就像刚刚 Dr. 来形容的那些长期的损伤。其次是在我们的社区中有一些人他们并不能够接种疫苗，不管是因为宗教影响，或者说他们的年龄并不满5岁，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于那些自己无法接种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接种了，如果我们整个社区大部分人都接种了，那我们就可以防止这种传播。所以我觉得对保护自己以及对保护他人来说，接种疫苗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谢谢。那还有就是人们常说完整接种疫苗又是什么意思哈？就是如果我完整接种了疫苗，那又能持续多久有效呢？我觉得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首先的就是介绍一下我们美国市面上有的这几种疫苗。其实我们都知道有辉瑞、莫德纳和强生。首先辉瑞和莫德纳他们都是属于我们说的 mRNA 疫苗，他们的机制是当在实验室中打造的 mRNA 进入我们的身体之后，它会触发我们的细胞来产生一种就是能够触发免疫达的一种蛋白质，所以当真正的病毒之后如果来感染我们，那么我们的身体就可以有机会去识别和抵御这种外来的病毒。这样的 mRNA 疫苗如果我们只注射1针的话，我们免疫的应答其实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莫德纳和那个辉瑞我们推荐第2针，因为在第2针之后我们身体的免疫反应会有所加强。而强生疫苗它使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机制，我们是称作为病毒载体疫苗，它是一种通过改良后的无害的病毒进入我们的体内来激发我们的免疫反应。而强生疫苗我们都知道它的初始系列只需要1针，所以当我们说到而一般来说通过打疫苗之后，一般我们的身体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来建立这个抵抗力，并不是说我们打完针之后马上就获得了免疫力，并不是这样，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说的完整接种一般是指注射完辉瑞或者是莫德纳2针后的2周之后，或者说如果你注射的是强生，那么是强生的1针的2周之后，这样之后我们才称作为完整接种。当然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我们是推荐额外的接种的，但是目前来说那些人并不要求有额外的接种才被考虑为完整接种，还是2针的2周后或是1针的2周后他们就可以被考虑为完整接种。关于第2个问题就是说明完整接种疫苗之后能够持续多久，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科研还在继续的还在研究之中，我们并没有一根固定的时间。
首先有一项研究表明，就是随着时间推移，疫苗的完全防止我们感染的有效率确实是会有所下降的，但是他们防止我们重症以及住院以及死亡率的那个效果是在几个月之后是持平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虽然它不能完全防止，但它依然能够防止我们获得重症。另外有一些研究表明在注射完 mRNA 疫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的第2针的6个月后，我们的抗体水平会下降到大概与我们只注射完1针，或者是与那些感染过新冠获得自然免疫力的人的抗体的水平相同，也就是说大概在6个月之后，我们的身体的抗体是有所下降的。但是需要提出的是，抗体下降它只是一种衡量手段，并不是说明我们的抗体下降了，我们的身体就完全没有抵挡新冠的能力了，并不是这样的，它只是一种衡量手段。只有当第一批完整接种的人与那些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一样，完全都纷纷感染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新冠疫苗对我们的保护是完全终止了。但目前来说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给的回答其实比较含糊，我们可以说6个月，也可以说其实它还是会持续给我们保护的，目前还在持续观察之中。也正是因为它给我们的保护会有所下降，所以就像刚刚 Doctor 来提到的，我们还是需要勤洗手，我们还是需要戴口罩，我们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让他们在疫苗之外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保护。另外有一个概念我想要提到的是，我们刚刚说了什么叫做完整接种，目前还有一个词语，我们英文叫做 up to date， 就是叫做最新疫苗接种。我们都知道最新有那些加强针的出现，尤其是辉瑞或者是莫德纳，我们也推荐在接受完完整接种的5个月之后，有资格的人或者是年龄达标的人可以去接受这个加强。目前来说，这个加强针它的内容其实与我们之前第1针或是第2针是相同的，但是就像我们刚刚之前提到，它主要是为了能够触发我们的免疫系统再次的来有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们的加强针目前来说是对于随着时间推移疫苗有效率下降的一个答案。谢谢。谢谢 Estelle， 你非常详细的解答。同时这边还有2个问题是，一个人接种了疫苗之后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一开始想这个问题，我想怎么样算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知道关于新冠疫苗其实有很多的误区包括有人说新冠疫苗会不会使我得新冠，并不会，因为它并不是活体疫苗。还有一些疑问说那新冠疫苗会不会融入我们的细胞核来影响我们的 DNA， 也并不会，因为当它激发我们的免疫反应之后，疫苗的成分其实就自动的被我们的人体所排除掉了，所以它并不会在我们体内留着，也并不会以任何形式来影响我们的 DNA。 还有些人觉得说疫苗会不会含微芯片，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社区中应该不是一个那么让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重要，不值得谁来用一个微芯片来追踪我，是吧？然后那另外一个关于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我觉得就我们可能在讨论副作用这个问题。那其实新冠疫苗对我们人体的作用和很多我们都知道的疫苗一样，你注射完之后你的手臂会有些轻微的酸痛会有些红肿，那你整体来说我们会有一些可能说发热有些疼痛或者是发冷，或者是一些恶心这样的副作用。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些作用并不是说新冠疫苗使我们获得了这些副作用，而是说新冠疫苗激发了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一般来说病毒或者是细菌它们是害怕高温环境的，当我们高烧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觉得我们的身体受到了侵害，我们需要来通过高温来杀死那些细菌和病毒，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当然所以如果你在疫苗之后你有副作用的话，一般来说说明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是有在工作的。但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也并不是说明你的免疫系统就没有工作，只是有的人的免疫系统它比较 loud， 它会有很大的反应，有的人免疫系统就比较乖巧，比较体贴，知道不要让你不舒服。所以我个人是从一些误区和一些新冠疫苗可能对我们造成的副作用上来回答的。不知道这些有没有帮助，或是还有没有任何别的相关的问题我可以解答的。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谢谢你刚刚详细的回答。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说，既然疫苗不能防止我们感染病毒，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接种疫苗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跟我刚刚回答的第一个为什么注射新冠疫苗很重要一样，一方面是为了降低重症住院以及死亡率，一方面也是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身边的人。那很好，谢谢 Excel。那刚刚呢，我们的医生还有我们的药剂师都做出了一定的解答。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也希望可以听一听一些家长来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那冯先生，你能谈谈当您还有您的孩子在接种疫苗以及加强针的时候的经验吗？好的，我们家呢4口人，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都刚才像那个 Esther 讲的 update，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打了加强针，包括前面的任何东西。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的反应呢很正常，就是一般来说很大部分呢没有什么过多反应。我儿子打的，因为他是有自闭症。他是第一个打的，去年1月份就开始打了。他是打的 Moderna， 第一针没有什么反应，第二针的反应比较大一点，他请了1天假，但是后面的 boost 什么都没有反应，所以我们跟大家的这个效果差不多，可能稍微有一点感觉，但没有很大的反应，而且这个 boost 打了以后，我们也感觉很放心、很安全。谢谢冯先生。那我也听到你说您的孩子是第一个打针的，这真的很勇敢。那他是从小都是这么勇敢的吗？如果不是，那既然他小时候怕打针，那你现在能给那些孩子是怕打针的、怕医生的那些家长们一点建议，怎么去训练他们的孩子可以勇敢的接种疫苗呢？我们在疫情发现的时候，打疫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较普遍很多的现象，就是一般来说，特殊孩子，尤其是自闭症孩子的话，特别怕打针。我们小的时候，孩子打针都要好几个人要抱住围住，按住他。那么大了当然先他自觉了。如果你的小孩子非常怕打针的话，那么我们当时建议很多家长呢，先看看你自己的这个医生，因为很多家长是挂靠在服务于特殊的这个病人的 special needs 的 clinic， 比方说 YAI 包括QSAC 他们自己联系的附送的药，这个 nursery 呢，对这些孩子比较有经验。那么如果是你孩子是在那个机构服务的话，那么就地的就是从他们这个 clinic 去做。那么那些护士呢，对这些孩子也比较熟悉了，因为他过去一直去那儿，他就减少这些焦虑的感觉。那么如果是你孩子没有办法这种 clinic， 你只能去到比如说 government 的这个 pop up 那么有一个东西可以讲的就是，你可以跟当时的那个管理的人呢讲，我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不光是打针，他连排队或者是很嘈杂的这个噪音什么的，对他来讲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应。那么这些方面呢，跟他们讲了以后，你可以减少排队你可以把你安排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对吧？那么包括他们有一些有经验的一些护士呢，会对你比较照顾什么东西这也是。所以你要大胆的要把自己的情况跟那个医生护士讲。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家长这样弄了以后呢，孩子呢被处理得很好，很顺利的就把这个打针打下来了，对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建议。很好，谢谢冯先生的回答。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是想问 Dr. Lai 哈，就是请问一下，新冠疫苗会对孕妇或分娩后的妈妈造成不良影响吗？还有就是，请问那些喂养母乳中的妈妈，是否可以继续接种疫苗？谢谢。就我们目前所知，针对怀孕中或者是计划怀孕的妇女，
我们所知的是，这些新冠疫苗 COVID 疫苗并不会造成胎儿的风险，也不会影响妇女们受孕的几率。所以目前的推荐是孕妇也应该要接种 COVID 疫苗。而且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孕妇是得到 COVID 重症的高风险族群，也就是说，怀孕妇女如果得到 COVID 的话，有比较高的风险，可能会需要使用到呼吸器或者是住到加护病房。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美国妇产科医学会一直都是建议孕妇应该要接种 COVID 疫苗。至于针对哺乳当中的妈妈呢，我们也是建议应该要接种疫苗。妈妈们接种疫苗不仅可以保护自己，同时呢，有研究指出她的接种疫苗之后产生的抗体有机会可以透过妈妈的母乳传达给小朋友，连带的把保护力也传递给小朋友。所以这个时候接种疫苗格外的重要。好的，谢谢 Dr. Lai。这样的话 Dr. Lai 我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说到孩子的话，儿童疫苗就是5到12岁的儿童疫苗，会对孩子的身体发育造成问题吗？目前我们所知的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指出说疫苗对小朋友、青少年的发育有造成影响。不管是一般健康的孩子，或者是本身有发展障碍的孩子，他们的生理发育都不会因为施打疫苗而受到影响。那很好，谢谢 Dr. Lai。接着呢，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从家长那里提出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家长，应该如何为他即将满12周岁的孩子选择疫苗？他是选择5到11岁的儿童疫苗呢，还是应该选择12岁以上的青少年疫苗？所以目前17岁以下的青少年及孩童都是接种同一个厂牌的疫苗，就是辉瑞的疫苗，差别只有在他们的剂量上面。那原则上5到11岁的小朋友接种的剂量比较低，12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接种跟成人一样的剂量。那会依照当时小朋友在接种疫苗的当下实际的年龄，在施打的时候的施打的人员会做出剂量的选择。不过原则上他们施打是同一支疫苗。当然，随着会有新的研究的进展，或许我们会持续的有疫苗选择性的更新。大家可以向您的主治医师、向您的儿科医师询问，也可以在 CDC 网站上面查询最新的资讯。那说到儿童接种疫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也知道，就是儿童在比较低的年龄段的时候呢，他不单是要接种新冠的疫苗，还有各种各样例如卡介苗之类的其他疫苗需要注射。那儿童可以在注射别的疫苗的同时接种新冠疫苗吗？可以的。目前美国儿科医学会它是支持 COVID 疫苗跟其他儿童青少年的常规疫苗同时的施打。不过刚刚为您刚刚提到的卡介苗通常是施打在婴幼儿身上，目前婴幼儿我们还没有开始接种 COVID 疫苗，所以应该是不会有这2个疫苗同时接种的问题。倒是其他的常规疫苗给比较大的孩子的话，是可以同时施打的。谢谢 Dr. Lai。谢谢Dr. Lai。那 Dr. Lai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患有短期或长期疾病的普通人群在接种疫苗或者加强针时，有什么风险他们需要注意的？例如免疫缺陷的人群对某些物质存在过敏反应或癫痫心肌炎等等之类的，有些什么建议？谢谢。我想可以先说的是，关于免疫缺陷的族群，或者是有癫痫的慢性病患的话，这2个族群的人其实更需要疫苗的保护，因为他们如果得到 COVID 的话，不仅重症的比率比较高，那有连带的也有比较高的风险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至于说对特殊物质有过敏反应的族群呢，我会强调的是要看是针对什么样的物质过敏。除非您的是严重的过敏，然后同时这个严重的过敏的内容物是疫苗本身制剂的内容物的话，我们才会考虑是否要暂缓接种疫苗，或者是与您的医师讨论。不然的话，如果是轻微的过敏针对其他环境中的物质的话，我会建议还是应该要接种疫苗。那至于疫苗本身制剂的成分有哪些呢？这些在 CDC 的网站上面都有明确的列出来，大家可以参考，也可以带去与您的医师讨论。谢谢 Dr. Lai。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Estelle， 我想你可能可以回答这个，如何应对疫苗的副作用谢谢。那么首先我先补充一下刚刚 Dr. 的医生说的关于过敏反应那
就是在注射之后，不管是在医院或者是在社区药房里面，一般我们都会观察大概15分钟，因为如果是有比较强烈的过敏反应，一般15分钟之内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每个注射的区域，我们都会有应急的药物存在，就是抗组胺啊，或者是 epinephrine， 我们都会有所准备。就是对于可能会有过敏的人群。但是我目前来说，我觉得我接种了大概有几千这样的疫苗，但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过有谁真正的是对疫苗有过敏反应的，一般都是那些可能会有低血压呀，或者是低血糖，或者是怕针的人，他们会有一些就是不适在接种之后，但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强烈的对于新冠疫苗过敏的人群。然后就是来回答副作用的问题。副作用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就是比较普遍的会有手臂的酸痛、红肿啊，包括你全身的一些反应，或发烧啊、发冷啊、一些疼痛。那一般来说，对于注射，我们推荐的是你在注射完之后，你可以把手来活动活动，能够帮助那个疫苗能够分布到你的肌肉细胞里面。还有就是，如果你同时接种2种或以上的疫苗的话，譬如说流感疫苗或和新冠疫苗一同接种的话，我们是推荐在不同的部位接种。那可能是说你左手接种一剂，右手接种另一剂，这样的话他们不会互相干扰，也不会造成疫苗里的成分的堆积。如果你的手臂还是有酸痛红肿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用冰块冰敷，或者是用湿毛巾、冷毛巾来冰敷，也是可以的。那些整体的反应，不管是发烧啊、疼痛啊，我们都会推荐使用非处方药。那如果到药房或者是医院里面，药剂师或者是医生护士应该都会有所推荐。比较常见的，我们说是布洛芬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酸，也会有儿童专门的剂量，也可以还是可以就是询问专业的人员来给家长指导一个正确的剂量。但这些药是可以有效来治疗我们可能对于疫苗出现的不适反应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会在注射疫苗之前就想通过服用这些药物来预防得到副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这样子工作的，因为这些药物他们只是来治疗我们有的不适反应，他们并不能用来预防。谢谢。我想再多提一点，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心肌炎的部分，这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副作用。那心肌炎顾名思义是心脏肌肉的发炎，在我们这一批的大规模的接种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是有发现疫苗跟极少数的心肌炎的案例有相关性。这些案例多半是发生在16岁以上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而且通常是在接种第2剂之后的几天之内发生的症状。大部分他们的症状是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心悸，不过绝大多数的案例都是非常的轻微的，而且是在观察或者是支持治疗之后就康复了。那我想虽然说有这样子少见的副作用，家长想当然的会非常的担心，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必须要指出，得到 COVID 得到新冠肺炎本身也会引发心肌炎，而且这样子的状况下得到心肌炎的风险还比接种疫苗来的还要高很多。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美国目前的建议还是青少年应该要接种新冠疫苗。那好的，谢谢 Dr. Lai。你刚刚说到各种各样的症状，那我想特别问一下，对于有短期或长期疾病的发展障碍人群，他们接种新冠疫苗是否一样安全呢？这个是许多爸爸妈妈担心的问题。我照顾的孩子也多半都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他们有很多都有很复杂的医疗问题，包含的像是刚刚提到的免疫系统缺陷或者是癫痫等等。这些孩子其实比其他的孩子还要来得更脆弱，他们得到 COVID 的风险也更高，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很难避免会需要进出医疗场所，需要到学校，需要跟各种服务人员接触，然后他们也比较难达到戴口罩、勤洗手这些要求。甚至有个研究发现说，有发展障碍的族群，他们得到 COVID 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5倍，他们的严重的程度也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需要住院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7倍，死亡率高达一般族群的6倍。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除非是对疫苗的内容物本身有严重的过敏，我们这些孩子其实是更需要施打疫苗来保护他们的。那我会很建议说，大家可以针对您的小朋友的状况、您的小朋友的诊断，跟儿科医师来请教，直接的提出你对疫苗的疑惑，让您的儿科医师有机会跟您解释他的想法。
那 Dr. Lai，你刚刚说到应该向儿科医师提出问题，那具体来说，家长应该比较具体的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很适合问的问题包括像是疫苗的副作用有哪些，我应该要在家里做什么样的准备，我应该要预期观察什么样的症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向儿科医师询问的问题。那你刚刚说到家长应对疫苗的副作用，基本上作为一个医学的专家，您会比较怎么建议家长去应对疫苗的副作用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大略的分成2个族群来看。当然有很多的孩子是有办法向家长表达他们的不适的、他们的感觉的。那这样的孩子，我们可以透过他们告诉我们的状况来衡量他们的是疫苗的副作用呢，还是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就医。但是比较困难的是，我们有很多的孩子或许没有办法向我们沟通，表达他们的不适。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医疗人员，我非常非常的依赖各位家长的观察。其实我常常说，各位家长都是你们的孩子的专家，你们每天在研究的，你们每天在观察的，就是您的孩子，而您的观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指标。我会建议您密切的观察小朋友的不适的症状，确保他们有充足的水分跟适当的睡眠。通常疫苗造成的副作用是有点不舒服，不过它不应该会很大幅度的影响孩子的体力或者是活动力，而且它也不应该会持续超过1-2天。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办法吃喝，体力跟活动力跟你平常所认识的他相比有显著的变化，或者是有持续的发烧，那我就会建议应该要尽快就医。冯先生你好，作为特殊孩子的家长哈，如何去识别无法语言交流的孩子出现的疫苗的副作用？对这个问题对很多家长是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没有语言交流，他不能告诉你什么。那么根据前面 Dr. Lai 的这个情况，我们建议说，第一个家长呢，你要知道一些普遍的、常见的一些副作用。OK， 那么这些副作用呢，比方说有点酸痛有点头点晕那么这些副作用呢，可能1-2天当中就会过去的，对吧？这是你先有个底，你孩子出现了不舒服以后，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出来。那么对于家长来讲呢，重要的呢是你要观察，刚才Dr. Lai讲的，如果是你自己是孩子是没有语言的话，那么你已经习惯有这个东西了。那么关键是你要观察他什么东西，对吧？你要观察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吃喝拉撒有没有变化，要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突然之间这个改变的一些行为、情绪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呢，最好呢，你拿个笔，拿个手机，可以录下来做一个参考。那么如果这个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比方说这个1-2天之后，正常情况下还没有这个消退的话，那么你要跟家庭医生去联系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有什么参考建议，对吧？所以这个家长需要花很大的这个心思去照顾、去观察、去记录这些现象，对吧？好的，谢谢冯先生。Excel 现在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阳性，而且呢他现在已经痊愈了，那他们还需不需要接种疫苗呢？谢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简单的答案就是是的，哪怕你得了新冠疫苗，并且新冠肺炎，并且已经痊愈了，那你依然是要获得，就是要再去接种疫苗来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免疫的一个抵挡力。我觉得之后的就是背后的机制，是因为哪怕就是我们通过感染新冠，我们确实是可以获得一些自然的免疫力，但是这些自然免疫力是有差别的，我们并没有办法判断它可能根据你当时的轻重症你身体的反应你的年龄以及各种因素有所不同。但因为注射新冠疫苗我们是经过研究的，所以我们是知道说新冠疫苗能够带给你的抵御力，它是对每个人来说它大概都是持平的。就不管你有没有得过新冠肺炎，它都会给你额外的一些保护力。所以目前来说，我们仍然是推荐，哪怕你已经得过了新冠肺炎并且痊愈，我们依然建议你去注射疫苗，去获得额外的保护。谢谢。
但是就是如果情况是我已经预约了疫苗，但是我检测出了病毒阳性，那我应该要等多久才去接种呢？目前来说，并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推荐啊。目前我们是说，如果你新冠你确诊了阳性，那么首先你是要在家里面隔离，然后你要等到你的症状痊愈，这主要也是为了让你不要在阳性的时候出去感染给我们的医务工作人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如果你阳性了，只要你能够转阴，只要你过了他们推荐的隔离期，你已经没有别的症状了，那么那之后你就可以去接种疫苗了。那我想问一下，那接种疫苗之后，我们会有短暂的免疫期嘛？那我们是不是需要佩戴口罩啊？继续。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口罩，不管你有没有接种疫苗，不管你是不是得过新冠肺炎，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额外的保护手段。包括像 CDC 的官网上他们最近也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来推荐给我们应该戴怎么样的口罩比较合适，包括布口罩、我们普通的外科口罩，或者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N95 给我们的保护力，都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布口罩给我们的保护力是最弱的，因为它主要是能够保护我们，不去用飞沫啊，或者是不去来感染别人，并不能很有效的防止病毒来感染我们，所以它的抵挡力是最弱的。那外科口罩稍微好一点，当然给我们最强保护的是 N95。就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因为新冠疫苗并不能100%的防止我们得新冠，尤其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给我们的保护力是有减弱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戴口罩。那当然也分室内和室外，在室外的时候，如果你在空旷的室外，那你可能并不需要来戴口罩来抵挡一些什么。但如果你在室内，尤其是人潮比较拥挤的室内，那我们是建议戴口罩，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戴 N95。谢谢。谢谢 Estelle 的回答啊。那Dr. Lai 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现在的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你有这方面的更多的信息吗？我们目前其实我们还在观察这一波相对来说像相对新的疫情。那我本身因为是在医院工作，所以看到大部分是在医院的状况。目前纽约州绝大多数的 COVID 的案例都是 Omicron 变异株。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是 Omicron 的传播的速度比过去的其他的变异株都还要来得快，所以短时间之内我们就有了许多的病人，看起来他们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不过因为大量的传播，病人量也大幅的增加，目前已经影响到了许多医院，包括我们的急诊的负荷量。而且即使说 Omicron 的重症比率比较低，因为总病人数大幅度的增加，结果我们还是看到的一波急剧的增加的住院病人数，当然也就相对的挤压到了我们的床位的问题。目前看起来，即使说是施打了疫苗，好像还是有可能会得到 Omicron。不过疫苗确实是对减轻疾病的严重程度是有显著的帮助的，这是我们目前在医院看到的状况。谢谢。也就是说，现在也是对于这个疫苗，对于新冠Omicron 的病毒还是有效的，是吗？还是有帮助的。谢谢。谢谢今天3位嘉宾的到来。那在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什么可以和社区居民分享一下的。那 Estelle 由你开始先好吗？抱歉，忘了开麦克风了。好的，谢谢。那关于我刚刚回答的，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要做一些补充是关于大家在新冠痊愈之后需要等多久来注射疫苗这个问题。我刚刚说的大概只是普遍人群，对于有部分人群，譬如说如果你接受了单克隆抗体或者是某些血清治疗的人，他们确实是需要等更长的时间的。还有包括像之前Dr. Lai 提到的一些获得儿童多系统炎症，就是因为感染新冠而获得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症的那些病人们，他们也需要与医生有额外的讨论，来看这些人群到底适不适合再去接种新冠疫苗。抱歉，只是刚刚对我回答的一个补充。其他的我觉得我们刚刚其实都概括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科研人员也在不断的来学习，包括我们医生或者是药剂师也在不断的学习。我的就是只是建议说，家长或者是我们社区的群众，如果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建议他们可以寻求
有帮助的资源吧，就不管是 CDC 官网啊，或者是医生啊，或者是药剂师，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解答疑问，所以不要觉得这些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解答了，或者说我就藏着，或者说我要再等等看，其实是我们能够想办法来帮助解答的。另外一个我需要补充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加强针，对于哪怕是加强针，它对于 Omicron 的效果都是比我们之前预期的，或者是对于 Delta 以及其他变种是有所下降的。但是，我知道目前辉瑞啊，或是莫德纳，他们都在研究一些能够专门对抗 Omicron 的加强针，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再等等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信息更新。关于新冠肺炎，我们都在学习，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更新，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谢谢。谢谢 Estelle。那 Dr. Lai， 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给社区居民的吗？其实我自己本身在诊间有时候听到父母对于新冠疫苗的疑惑，听到的时候其实都很开心，很开心听到父母愿意考量愿意向我们提出这样子的问题，愿意直接的分享给我们他们的疑惑和他们的困扰。那我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个在之前的 US 的 Surgeon General Dr. Jerome Adams 他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作为父母，我们会无所不用其极，想要保护我们的孩子的安全。我们给他们系安全带，他们骑个脚踏车，我们给他们戴安全帽。我们担心，也许60年之后，他们可能会得到皮肤癌，所以他们一定要擦防晒。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病毒这么的千变万化，我们只想要尽一切的能力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也保护我们自己。其中一件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给孩子施打有效的疫苗。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希望我有回答到一些问题，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平安度过这一关。谢谢赖医生。冯先生您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给社区各位居民的吗？好的，我非常愿意，特别希望在这个时候呢，给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孩子跟这个自己打疫苗的这个特殊需要的家长讲一下。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我们那个特殊需要孩子，因为他本来就是最可怜的，对吧？而且他本来也是风险最高的，因为我们从这个纽约州 OPWD 的数据看，就是发育障碍当中得了新冠而致死的这个比例，要比平常的要高很多倍，对吧？从这个数据，从纽约州跟宾州的数据来看，我们看到有的甚至高到10倍左右。就是如果说他们得了新冠那个的话，他们的住院率、重病率跟这个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OK， 刚才 Dr. Lai 也讲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出事情，因为出了事情以后，我孩子怎么办？对吧？就是说我儿子现在22岁了，我还没有把他安顿好，很多事情都没弄好了，你让我们怎么可以弄？对不对？所以是为了这个同一个目的，我们对我们这个特殊需要家庭来讲，孩子跟我们自己都是需要值得保护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么大的这个广泛的病毒，这么危险的这个情况，没有其他办法，这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疫苗。所以是我们家就是，只要有机会，我们都打了这个 full 的这个 vaccine， 包括加强针。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孩子，以及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当心，谢谢。感谢冯先生非常好的总结，打针、勤洗手、戴口罩，谢谢。那今天的论坛呢就到这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纽约州残障人士权益办公室、华人策划协会 Vaccine Facts DDNY， 这是一个由纽约州发展障碍协会资助 Rose K Kennedy 大学儿童评估和康复中心执行的项目，以及纽约州新美国人办公室一起参加协助举办本次的论坛。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内容请大家访问以下列出的可靠信息。谢谢大家。